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分享的内容是会穿的女人裙不上膝，衣不暗沉。看62岁何超琼，71岁董明珠就知道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在当今这个时代，女性早已不再只是依附于他人而存在，她们同样可以独当一面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无论是娃哈哈集团执行董事宗馥莉，还是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，亦或是身兼多职的何超琼，这些令人敬佩的女性身上，都能看到事业与气质并存的魅力。她们的故事不仅传递出女性坚定而沉稳的力量，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穿搭灵感。但真正会穿的女性，从不盲目模仿他人，而是善于提炼搭配中的精髓，结合自身气质与需求，穿出专属于自己的风格。今天我便想与各位姐妹分享一下62岁的何超琼与71岁的董明珠在穿搭上的智慧与品味，看看她们如何把事业型女性的力量与优雅融为一体，让岁月沉淀出更加隽永的美。一、裙子长度有讲究，长度适中，得体又端庄。一、膝盖以上。我们观察可知，何超琼的身材在同龄人中保养得算是比较好的，这跟她私底下的努力脱不了干系。她的身材很匀称，腿部线条很美，所以有时候她出席活动的时候会穿到膝盖处或膝盖以上位置的裙装，而且为了显得更高，会搭配带跟的高跟鞋。这对于身材条件的姐妹来说，可能不是难事。鞋子可以选择3到5厘米的粗跟鞋子，喜欢舒适可以选择平底鞋。鞋子的颜色可以跟裙子的色系一样，更协调。但膝盖以上的裙装对于一些腿部、身材条件有限的姐妹来说，可能就有点难度了。而且上了年纪之后，保护膝盖还是很重要的。总之，穿不穿全看自己的意愿。二、膝盖以下。那我们可以像何超琼一样，少穿过短的裙装。身材矮小的姐妹，尽量避开拖地的款式。出门时，又不像何超琼一样去参加晚会，盖住脚的长度不仅显矮，还很累赘。身材好的姐妹还可以多选展现身材曲线的裙装，比如何超琼穿的鱼尾裙、百裙装、收腰裙等。现在夏天比较热了，试试搭配具有一定露肤度的平底浅口鞋，这样穿起来既时尚又舒服。当然了，对身材不自信的姐妹，尽量挑一些裙摆向外扩或直筒型的裙装，长度到小腿位置就行。要是腹部有赘肉也没关系，有一点点收紧就行了，不用为了曲线而选一些过窄的裙装，没必要。二、上了年纪，衣服需要有点亮色。一、衣不暗沉，衬肤色。到了年纪之后，如果不是特意保养，肤色是会一天天变暗沉的，所以还是不要老穿一些过暗的颜色了。过暗的衣服对于肤色的要求真的很高，不信你看上面何超琼那2套黑色服饰，便能看出其中的一二。左边那套有了黑色服饰的对比，把肤色衬得很黄，而右边那套暗色服饰，肤色白才能轻松驾驭住。这不是没有说法，单单从视觉上来看，都很明显了。要是暗色的面积占据了几乎全身，很沉闷，相比于一些深色系的衣服，倒不如多选一些有颜色的衣服，脸色都亮了不少。二、亮不是过艳，适度才是王道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有些姐妹会爱上穿一些很花哨的衣服，一部分是因为视觉敏感度会逐渐下降，所以她们对一些比较浅的颜色的感知力会减弱。
需要鲜艳的衣服来刺激感官。就连何超琼出席一些公众场合的时候，都很爱穿亮丽的衣服，显得格外有气色，再加上一些妆造，绝美。当然了，有时候鲜艳的衣服搭配起来也是有技巧的，全身都是艳丽，就会跟全身黑色一样，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。要学会平衡，不要陷入穿搭的极端陷阱中。全身中有一个艳丽的颜色时，可以用黑色或白色这类基础色平衡。过于艳丽的颜色，像红色、粉色，就需要黑色这类的衣服来压一压，或者可以多选一些莫兰迪色系的单品。这些衣服穿起来不仅好看，还容易搭配，对肤色要求不是特别高。如果你想穿碎花裙，建议多选底色是基础色的款式，碎花的色块不要过于夸张，可以大而多，但不要小而密。脖子粗大短的姐妹，少穿那些勒脖子的领口，要选那些尽量能让脖子下方出现留白的款式，像 V 领、方领等。3. 适当的配饰能让穿搭更出彩。何超琼和董明珠在参加一些活动时，肯定少不了配饰的加持。这些配饰能为穿搭加分，让我们看看他们会戴什么类型的。1. 手表。手表不仅可以用来看几点，还有一定的配饰效果。手大的姐妹可以选表带大一点的款式，手小的姐妹多选表带或表盘小巧一点的手表，款式越简单越好，不要戴那种过于花哨的。2. 项链、耳环、手链。何超琼的身份就注定了她出席活动时戴的配饰都不便宜。我们不一定要戴一样的或很昂贵的，但一定要有质感。脖子空的时候戴一条项链，好看又有品。耳环不需要太大，小巧的款式戴上去一样显贵。手链一定要选那种不容易褪色的，符合自身气质的。链条要适当宽松，不能过紧，容易勒手。当我们在赞叹何超琼、董明珠这些事业型女性的穿搭之余，内心或许也会疑问，我老了以后能不能也这么优雅？其实答案是肯定的，年龄从来不是限制风格的理由，而是诠释气质的另一种方式。优雅并不等同于昂贵的珠宝或华丽的打扮，而是一种从容与笃定，是经岁月沉淀后仍保有的精神与气度。就像曾任外交官的傅莹，她一头自然白发，从不刻意染黑，不刻意迎合潮流，却总给人清淡大方、气定神闲的感觉。她不追求浮夸华饰，却把干净、克制、内敛诠释得恰到好处。与其在年龄面前感到焦虑，不如思考我们老去的样子，也可以是一种风格，一种美学，一种态度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走进傅莹的穿衣哲学，看看她如何用简约自然的方式，活出不染不饰的从容与高级感。1. 老了白发不染加首饰不戴金的魅力。看傅莹就知道。1. 相比刻意染黑，自然变白更减龄。当我们老了之后，不要头发白了就有染黑的想法，真的不好看。刻意的去改变发色，虽然短时间内能让你有重获年轻时的错觉，但纯黑的发色会与你日渐老去的肌肤形成强烈的对比，放大面部的瑕疵，显得整个人更为老态。倒不如忍耐一下让头发自然变白的过渡期。当发色真正变白之时，不仅能带给人一种清新柔和的视觉感受，还能拉近与他人的距离感，显年轻现气质。2. 远离金钱感首饰更气质。仔细观察傅莹身上从内而外所散发出的独特韵味，
与她不戴金钱感首饰有着很大一部分关系。就像黄金首饰，她基本上不戴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当首饰的贵气过重，就会与身上沉稳气质产生强烈冲突。到了中老年阶段，更需要一些内敛低调的首饰来作为衬托。2. 不愧是优雅到老的中国外交铁娘子傅莹。1. 年轻时与老年时，年龄只是一个数字，仿佛在中国外交铁娘子傅莹身上得到了完美诠释。年轻时的她身着一件学士服，面带灿烂笑容，洋溢着青春的羞涩感。在与老年时期相比，似乎就只是头发变白了，但依旧保持着美丽。反倒是脸上出现几道皱纹，更像是傅莹这几十年来最珍贵的记忆。2. 打破心中对发色戴金的2大误解。误解1：白发等于显老元凶。在容貌身材都不占优势时，发型就成了中年女性提升气质的关键所在。因此，很多人就会将白发视作自己的显老元凶，并开始无休止的染发、烫发为发型强行驻颜时，傅莹却能凭借自己的方式，让白发成为自己最为醒目的优雅符号。学傅莹这3招，让白发具有生命力。长度不过肩。通过傅莹的白发造型，不难发现，头发的长度对发型有着很大影响。因此，在这里很推荐大家选择这2个长度的发型，一是到耳朵位置的短发，另一个则是长度不过肩的短发。而不管大家选择哪一个长度的发型，都能达到重心向上移的视觉观感，并且也节省了打理时间。特别是对于个子娇小、气场较弱的女性来说，还有显高、增强气场的效果。不披头散发。上面说到短发的长度最好不过肩，但总有一些不听劝的女性，还是一味地留着白长发，那就千万不要披头散发，真的很拉低气质。因为上了年纪之后，发量变少，再将头发披着，只会给人留下邋遢、不修边幅的形象。只有将长白发盘上去或是扎上去，才能做到发量隐藏，进而提升中年女性的优雅气质。而为了让造型更耐看，大家就不要强行给自己加上一个刘海，很显俗气，反倒是通过扯松颅顶和2侧发丝的方式，塑造出高颅顶，更能增加你的精气神，并且不管是从侧面还是正面看，都有着不错的饱满度。烫高层次卷。除此之外，烫卷发也是提升白发充满生命力的一招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要懂得拒绝满头小卷的发型，这样的卷发在中年女性的头上真的很显老，也很油腻。而傅莹这种卷发发型才真正做到了有氛围感，那是因为她在发根处就烫出了立体度，能有效改善细软塌发质贴头皮的问题。再加上微卷或大卷的弧度，虽然没有特别明显的弯曲痕迹，但却自带蓬松感，整个造型也会变得灵动又温柔。误解2：戴金等于高级，解开了对白发的误解。另一误解也需要解开，不少女性在步入中年之后，就开始黄金首饰不离身，觉得这才是高级与贵气。实际上，这只会让人觉得你充满俗气和没品位，但并不代表这类首饰就不好了，而是这类价格昂贵的首饰更适合作为收藏和投资。想要提升气质和贵气感，不妨看看傅莹戴的其他首饰。比起戴金，傅莹这些首饰更低调高级。有光泽的珍珠首饰。珍珠首饰没有过多的设计点，但戴上身的瞬间，仿佛就能将中年女性的优雅气质完美展现，并且从佩戴场所和方式来说，局限性也较小。当然，
也不要小瞧这么一小颗珍珠所带来的精致感，不管是与正式西装套装相搭，还是与有质感的裙装相搭，都会显得佩戴者品味极佳。这恰巧也是傅莹喜爱珍珠首饰的原因所在。有书卷气息的眼镜，整体造型的颜值固然重要，而眼值更为关键。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并且人一旦有了衰老迹象，眼部也最为明显，因此这个时候就很适合像傅莹一样戴一个眼镜，不仅能够遮住我们的黑眼圈、眼纹等缺陷，还能为身上增添一份书卷气息，看着就很有涵养。雅致有格调的丝巾，丝巾这一配饰，款式选择对了是优雅动人，款式错了则就会加重老年感了。那么就不要对自己的颜值、身材有着十足的信心，去选择像图这样材质轻薄、图案花哨，再高高的举上头顶，这着实是对我们的气质提升没有任何帮助。女人上了年纪戴丝巾，更适合颜色大方、图案简约，再配上有质感的丝绸、真丝等面料，拥有这样特征的丝巾，就算是随意系在脖颈处，都充满着高级与大气。3. 傅莹的白发加首饰造型值得我们借鉴。其实最开始的傅莹，在穿衣打扮上也遭到了别人的嘲笑，但这并没有成为她退缩的理由，而是经过不断的学习与改进，为不少中老年女性提供了穿搭教科书。一是刚柔并济，特别是傅莹在出席一些正式场合时，穿着打扮总能给人一种既不缺失干练，又不失成熟女人的韵味。这是因为她的打扮上很讲究刚柔并济，也可以说成是有进有退。那一头利落的白发，仿佛在诉说她那不可撼动的威慑力，再配上一条淡雅的粉色丝巾，又让人觉得还有回旋余地，这很难不让人被她的穿搭智慧所折服。2是有主次之分。另外，傅莹的白发加首饰的造型中，也讲究着主次之分的思路。其实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一头白发是非常显眼的，这个时候，只有小体积的首饰，才不会让穿搭产生喧宾夺主的感觉。毕竟傅莹的一发一世都和国家形象挂钩。3. 傅莹到老都这么优雅，离不开这3个关键。关键1，化淡妆。白发和首饰对于傅莹来说，不仅仅是优雅的得力干将，将两者结合还能实现1+1大于2的效果。再配上一个提气色的淡妆，简直是将中年女性的优雅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不过在化淡妆时要注意，底妆要清透，眼影尽量以大地色为主，口红选择裸色或是哑光色，这样才能实现在低调穿搭中同样拥有贵气与高级。关键2，高级穿搭。若要说起傅莹的高级穿搭，定是离不开这3个分寸感。1是颜色，2是长度，3则是年龄。就拿分寸感中的年龄来说，傅莹很少穿着不符合年龄的短裙，既有扮嫩的嫌疑，又暴露了腿部缺陷。长度过膝的裙装加合理留白，更适合中老年阶段的女性用来彰显自己的大气。关键3，端庄体态。体态是否优雅，不是用胖瘦来衡量。就像傅莹一样，她的身形并不属于纤细的类型，反倒是略微发福，但当她出现在荧幕前时，却能保持着昂首挺胸、身姿优雅舒展的姿态，这和她平时坚持体态管理加轻松运动定是离不开关系。因此，大家不妨跟着傅莹一起自律起来。岁月从不偏爱任何人，它会带走肌肤的紧致与年少的轻狂，但同时也会赠予我们另一种沉稳与智慧的美。
傅莹、何超琼、董明珠这些身处不同领域的女性，无一不再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，优雅不是停留在某个年龄的外表状态，而是一种内在修养的自然流露，是历经风雨后依然保持自我不随波逐流的选择。她们的穿衣风格之所以动人，不是因为奢华昂贵，而是因为懂得了取舍与留白的分寸之美。傅莹选择白发不染，饰品不金，让简约成为最好的注解。何超琼用大气剪裁与亮色点缀，展现成熟女性的果敢与柔和。董明珠则以干练套装与端庄体态，诠释了自信是女人最好的底妆。走过半生的我们，何尝不也可以这样？不必为了年轻而苛责自己，也不必为了迎合谁而隐藏本色。我们可以选择自然的老去，从容的穿衣，优雅的说话，用心生活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因为真正的高级感，是对自己风格的坚定，是年岁沉淀下来的那份淡定与笃定。愿每一位姐妹，即便鬓白，也能眉目间有光；即便历经沧桑，也能谈吐间自有风骨。让我们把时间活成味道，把穿搭当作与世界对话的语言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，都活出不凡的姿态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